本视频由阿米洛鸳鸯娘机械键盘赞助播出。既然是鸳鸯娘，那就是出了2款吧。世上还有比我还快的人？应该没有，我用了连击宝。哇！连击加速，快人一步，岂有连击宝？全球华人大家各位好，我是聂俊哈。不知道是疫情影响还是年初动森太火爆了，今年老任呢在后续游戏的宣发上呢总是漫不经心的，直面会变成了缩水的 mini， 自家游戏呢不打招呼直接就发布了。作为特殊时期的主打游戏，纸片马里欧折纸国王完美诠释什么叫做悄悄的我来了啊，正如悄悄的我好了。不过纸片马里欧这个系列哪怕顶着马里欧的帽子啊，但在国内啊并不知名。原因视频具体会聊到啊。所以呢，这期视频除了聊本作折纸国王之外，我还想回顾一下整个系列，因为这个系列啊是老任比较少有的能算是反面案例的啊。这个系列的作品呢没有数字序列，名字呢也是比较容易搞混啊，所以这里先捋一捋。首先是 N64 上的马里欧故事，然后是 NGC 上的纸片马里欧千年之门，接着是 Wii 上的超级纸片， 3DS 上的超级贴纸，Wii U 上的色彩喷涂，然后就这一代的折纸国王了。名字虽然容易记乱，但各位只要记住一个概念啊，基本上是每一代老任的重磅机型都会有一座续作。而这次呢，我们将以最新的折纸国王的玩法为主线来串起来回顾整个系列。纵使纸马有着任系3大替身使者之一的精致招牌，但这位同学在国内的热度啊，还比不上隔壁会免的多人运动啊。本作折纸国王的定位可以理解为动作解谜 RPG， 不过战斗并非传统的站桩输出，普通战斗需要在智商检测盘上，在规定的步数和时间内，像魔方一样把敌人排列成有效的组合，排列对了，伤害乘以 1.5 倍，然后才是开始真正的BOSS 战则完全相反，不赚敌人了，变成了排列玩家自己的前进路线。组合箭头让马里欧到达对应的格子 ，BOSS 会用各种方式来阻碍我们啊，不存在无脑攻击就搞定了。未知的策略配合上有限的思考时间，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随机应变能力。哪怕像我这种可以轻松背诵99乘法表的天选之子，在这游戏狡诈的套路之下，也不能保证每次都全身而退啊。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思想够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要不是折纸王国，我还真不会意识到原来 NS 的分享功能这么好用。果然智商不够，截图来凑。相比传统的马里欧游戏，折纸国王会有更具体的故事。这下马大哥假借营救公主，实质和库巴优惠啊，会有了更像样的借口。会有各式各样、形形色色、与众不同、多到眼花缭乱的 NPC。会有奥德赛那样头皮发麻的收集要素，也会有不走迷宫就不能拯救世界的主线流程，更不缺少各种促进手柄销量的小游戏。反派也不局限于历代的劳模，算是马里欧宇宙下的平行世界。所以抛开战斗，游戏的核心乐趣之一还是马里欧式的场景探索，而且非常出色啊！在折纸王国里寻找奇诺比奥是一件让人容易忘记时间的事情。上一秒它是一朵花、一片叶子、一只瓢虫、一只甲虫，下一秒又变成了一个盆栽、一个飞镖、一块招牌。普普通通的下水道里，墙上的壁画会随着游戏进程不断的增加，不经意的野外空地也可能暗藏着让人兴奋的系列彩蛋。到处都是惊喜，到处都有秘密，玩家永远都猜不到制作组究竟在这个奇妙的世界里藏了多少可怜的蘑菇仔啊！
而且要说找奇诺比奥有什么收益吧，倒也不是，越到后期越无所谓。但我还是乐此不疲的重复的这个过程，因为它就是单纯的太有趣了，有趣到我宁愿花一整个下午在游戏里地毯式的搜索每一个角落，也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能让我会心一笑的可爱设计。更可怕的是，游戏里出现的这些物件还并非虚构，而是真的可以用奇诺比奥折出来的。是的，你没听错，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折出来。更进一步，游戏里的每栋房子、每个敌人、每个部件，但凡看得到实体的东西，几乎都经历过制作组物理的验证。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真的可以在现实中复刻的作品。对我这种整天和电子游戏打交道，每个星期都在为了出视频而机械的玩游戏，习惯了把游戏和生活隔离的人来说，折纸国王这种把虚拟搬回现实的梦幻特质，真的太浪漫了。他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阐述了什么叫做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果大家喜欢《奥德赛》或者《路易鬼屋3》里瞎转悠也能找到快乐的随机玩法，好奇马里欧这个只懂干架的中年大叔到底能不能讲出像样的冒险故事，想要看看一个完全用纸组建的游戏世界到底可以多么生动有趣，纸片马里欧折纸国王会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折纸国王看起来很自由，颇有一点纸片奥德赛的感觉，游戏发售前部分新闻也有过类似于无缝大世界的描述，但本作不但不无缝，也完全不是开放世界，也不是奥德赛那样的大箱庭，更像是许多小箱庭的连续组合。当然上半节说法呢，更多是说给系列老玩家听的相对概念别看我对折纸国王的评价还不错，但这里面有很多历史原因。纸片系列的发展相当曲折多次变革，前两作的设计甚至饱受批评，一度让这个系列从巅峰落入了低谷。包括折纸国王也没有解决所有的历史问题，这个我们后面再说总之，这款游戏作品上有很多新玩家可能不大理解，为什么老玩家普遍对这个明显不完美的游戏有着异常的热情。那想要看明白折纸国王的改变在整个系列里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历史意义，顺便了解一下过去纸马究竟是个怎么样的游戏，我们需要回到20年前，从系列的原点讲起。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各位是否知道纸马系列并非任天堂的第一方知道了扣1，不知道了扣2。虽然我现在看不到结果但我用传统的朴素的游戏玩家的情感猜测应该还是有不少人不知道的，或者应该说不在意。纸马的开发商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任天堂的御用第二方游戏公司 Intelligent Systems， 没错，就是开发火焰文章系列的公司。不管 Intelligent Systems 和任天堂关系多么铁，至少意味着纸马最初的定位并非正统。事实上，纸马真正的前身是 SFC 上的超级马里欧 RPG， 是当时任天堂和史克威尔合作开发的新 IP。在老任和史克威尔离婚之后，隔壁的 Intelligent Systems 就喜当爹了初代纸马就是超级马里奥 RPG 的精神续作，所以初代纸马的日版名字叫做马里奥故事，连纸片2个字都没有。后来 NGC 上的第2作日版干脆就叫纸片马里奥 RPG， 很直白地挑明了家族血统。而老玩家熟悉的纸片马里奥千年之门是美版的名称，不过为了方便我还是叫它千年之门吧。这个时期纸马的内核和它的前身保持一致，从战斗方式到游戏界面都带着浓厚的 RPG 风味，明显的等级机制，类似蓝条的 FB 设定，有伙伴，有徽章，有积攒新之力的大招系统，还可以自由加点养成大叔。此外，纸马也充分融入了马里奥系列的特色，战斗就是带有 QTE 的动作回合制。这个 QTE 和现在的折纸国王那种跳2下看准时机砸锤子的简化版不同当时的纸马远比现在花俏得多，8个伙伴每个人的按法都不一样，特殊技能单独设计。千年之本还把每个新之力大招都设计成了小游戏，花样贼多。如果玩家对自己的操作有信心，甚至可以防反敌人的攻击。徽章不局限于 buff 的加成，还可以提供特殊的招式。每个伙伴都有一个场景能力，帮助探索解谜。我个人最喜欢的还要数千年之门的舞台设计发动大招的新之力靠玩家向台下的观众献媚获得。而且观众既可以帮我们也可以害我们，一旦情况不对就要先下手为强亲自下台暴揍对方非常有趣。那作为 RPG 游戏，早年纸马在剧情方面对马里奥宇宙的改编权很大，每一作都会出现大量的原创角色，就算是老面孔也可能彻底改头换面。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奇诺比奥居然是有发型的一度让我以为他头上顶的真的是个帽子。很多角色也有了性别设定，特别是马里奥故事里的雷莎，
渐渐的表情、销魂的眼影、点睛之笔的蝴蝶结，加上明日香一般的暴躁性格啊，普通攻击就是一套连环巴掌。胜利之后还会嚣张的拿起扇子，吼吼吼的淫笑啊，看得我当时就觉醒了某种奇怪的感觉。有的时候啊，这人啊不努力下，都不知道自己原来看个鬼都能感觉如此眉清目秀啊。主线上，游戏也破天荒的在每个章节之间加入了以桃花公主为主角的第二条暗线。马里奥故事里啊，玩家在主线找星星，桃花公主则在库巴的囚禁之下，通过偷窥日记、硬核潜行，甚至单人版的胡闹厨房等各种手段，为马里奥收集下一颗星星的线索。桃花公主啊，终于不再只是花瓶了，也成为了游戏的一部分。可以操作桃花公主，在当年的马里奥游戏里是非常少见的。青年之门更是加大了力度，不光给公主来了个沐浴更衣，还让库巴 cos 了一把横版马里奥的枯燥生活。哦，对了，这一代还能看到桃花公主少有的马尾造型，颜值真的是秒杀 3D 版的桃花公主啊！果然选老婆还是得认准纸片人啊。既有了成熟的 RPG 系统，又囊括了马里奥的动作元素和场景探索，还有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有趣的故事，更让玩家看到了无数传统马里奥游戏所无法承载的原创角色。芝麻系列可谓是出道即巅峰。不过真正疯狂的还在后面，当所有人都为青年之门的成功鼓掌时，遇上了第3座超级纸片马里奥却出乎了所有人意料。本作从根本上改变了玩法，转型为传统马里奥的平台动作游戏，玩家甚至要在马里奥、路易吉、桃花公主和库巴4个角色之间来回切换才能完成关卡。我对超级纸片的看法呢比较复杂，一方面我很喜欢本作 2D 和 3D 切换的玩法， 2D 解决不了的问题换成 3D 也许能找到答案，以及2D 纸片人生活的世界就真的只是一个2维平面吗？本作实现了我对游戏世界的很多奇妙幻想。但另一方面，超级纸片又有很强的陌生感，因为它的原创属性太强了，完全超出了前2作的改编范畴，强到它甚至有点不像是马里奥的游戏了，所以很多纸马的老玩家并不一定买账。不过有得有失吧，虽然超级纸片以线条为主的艺术风格会让很多人感到奇怪，但也得益于制作组的放飞自我，游戏在剧情上放眼了整个马里奥历史的独特基调，只此一家。游戏中出现了大量和现实接轨的题材，既有对死宅变色龙的夸张刻画，也有第5章这种表面上把向日葵女王描写成奴役人类的黑心反派，然后又反转矛头，告诉玩家向日葵的黑化源自人类对河水无休止境的污染，实乃咎由自取啊！游戏后期马里奥甚至会死亡对，这个无敌的水管工既然真的死了，还去了冥界这就做了一回阴间游戏啊！最厉害的还是主线，毫不忌讳的直接以凄美的爱情为核心主线，天界之上艾琳的自我牺牲，以及故事末尾卢米埃尔和安娜互相宣告誓言的感人场面成为了经典，可以说是我玩过的马里奥游戏里最成人向的一作。到这里为止，纸马虽然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革，但总体上3部作品还是有着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重剧情、重原创，受益于 IP 但又不受 IP 的束缚。玩法虽然各不相同，但对 RPG 理念的坚持从未改变，而这也造就了系列虽然以马里奥为题材，却又不会让人感觉到套路化，甚至开创了一些哪怕现在看来都非常有参考意义的开发案例。然而无论是千年之门还是超级纸片马里奥，格调都和现在的折纸国王大相径庭。为什么好好的 RPG 就变成了幸运大转盘了呢？其原因就在于这期间纸马又变革了一次，而这一次的变革就变出了大问题了。2012年，纸片马里奥超级贴纸在 3DS 上发售，因为从本作开始，游戏的开发团队经历了一次大换血，所以以此为界限，我把纸马分为了旧时代和新时代2个派系。超级贴纸呢，乍看上去也回归了初代那样的传统 RPG 玩法，实际却执行了大刀阔斧的去 RPG 化的策略。游戏几乎摒弃了千年之门里所有的 RPG 设定，没有伙伴，没有徽章，没有技能系统，道具种类大幅缩减，原创角色消失不见，甚至去掉了角色的等级。这直接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一个没有装备、没有素材、也没有经验，打怪只能掉几个钱的回合制的框架下，玩家为什么还要打怪呢？更别谈还彻底简化了之前的 QTE 系统。所以连打怪是为了练 QTE 这种说出去都没有人信的理由都不成立了。而且尴尬的是，本作把攻击手段变成了可消耗的贴纸，玩家本身是没有攻击能力的，手里没有贴纸就会非常被动。我知道制作组的逻辑是这样的，
打怪会掉钱，有钱了就可以买贴纸了，那有贴纸了就能继续打怪了啊，形成一个闭环，既不会让玩家因为资源太充足而失去紧张感，又不会因为频繁战斗而陷入窘境。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但问题是在于我可以不打怪啊，不打怪就不用贴纸，就不需要钱，这不更有道理吗？反正也没有经验和装备，但游戏呢又想要玩家战斗，所以就变成了恶性循环，玩家的行为和设计者完全不同意。之后 Wii U 上的续作《纸片马里欧色彩喷涂》里，贴纸变成了卡牌。游戏在保持这个恶性循环不变的情况下，居然还要搞仪式感啊！从选牌、上色、确认到上滑出牌，玩家居然要4次操作才能完成攻击的前置，哪怕是改为按键操作也非常繁琐。而游戏默认的设置居然都是触屏的，当你一上手，我这个人就直接网易云了。那除此之外，超级贴纸的游戏剧情也相当敷衍啊！1秒回到了白开水模式，和前作超级纸片的大胆取材、突破传统的作风相比，可谓一个天上一个都砸出坑来了。而且超级纸片的游戏世界还改成了超级马里奥兄弟那样的选关制，但游戏本身又采用了大地图的解谜思路，也就是说，玩家有时候需要重复回到部分关卡，才能正确的解开谜题啊！且不谈回去，我需要再面对一次并不想打的敌人。光这关卡制的设计就很难让人记起哪个谜题在哪里。很多人弃坑真的就纯粹是因为找不到路啊！再一想战斗的繁琐，一下子就失去了动力。色彩喷涂在吸取了超级纸片的教训之后，对有关键剧情的关卡进行了特殊标记，算是解决了迷路的问题。但是过于繁琐的本质依旧没有改变。其实超级纸片和色彩喷涂在制作上真的不差。色彩喷涂作为第一款 HD 化的纸马游戏，迈向有了质的飞跃。但无论游戏的预告片多么生动有趣，任何实地上手过的玩家都会发现这个时期的纸马是很别扭的。不知道游戏到底是想让我们把它当成 RPG 还是解谜游戏，还是款传统马里奥那样的动作游戏呢？很多人把新时代纸马的失败归咎于开发团队的方向不够明确，没有确立游戏核心，但事实真就如此吗？上面那些肤浅的毛病，稍微有点游戏经验的都看得出来。难道开发了几十年游戏的 Intelligent System 会不知道？不，他们当然知道。新时代纸马的窘境，恰恰在于游戏有着另一个偏执的核心，它不是 RPG， 也不是解谜，更不是动作，而是纸片。旧世代的纸马和新世代相比，光看画面都能察觉到前者对纸片的强调并不高，其原因和历史有关。初代纸马推出时呢，正是任天堂的 N64和整个行业开始从2D 向 3D 转型的年代。但当时的 3D 建模毕竟还是棱角分明的能扎死人那种和成熟的2D 图像在表现上各有优势。为了让玩家换换口味避免有些人暂时还无法接受 3D， 纸片的想法就诞生了所以在最初的马里奥故事和千年之门里，纸片的意义主要是角色的卖点，也就千年之门里姑且加入了一些纸片的交互，可以在特定的地点变换形态或者穿越栏杆。大部分时候呢，场景还是按照 3D 游戏的建模去做的。超级纸片马里奥更是几乎失去了纸片的质感，采用了更传统的2D 角色表现逻辑。但新时代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首先对外，这个时期任天堂为了更好的管理品牌，极大的加强了对马里奥这些王牌 IP 的改编管制。新时代纸马为什么不搞原创角色了？原因就是想原创也不行了，老任不允许了。这也是为什么超级纸片和色彩喷涂以及最新的折纸国王里的友方 NPC 基本是以奇诺比奥的换色为主。那对内，从 Wii 到 3DS 这段时间里，又是以宫本茂为代表的任天堂老一代游戏人培训接班人，自己渐渐淡出一线的时期。在开发超级马里奥银河时为了给出指导方向，宫本茂提出了要回归马里欧式的设计，即功能的图像化。只要始终围绕这一点去思考创意，就能够保证马里奥游戏的韵味。事实上，马银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并成功了。所以，当宫本茂过目新一代纸马项目时，同样对开发团队提出了要践行马里欧式的设计的建议。那纸片就是他天生具备且无法回避的图像了。于是，整个游戏开发理念就朝着如何体现纸片的方向急转弯了。当然，这个本身并没有问题就像折纸国王把折纸元素融入到奇诺比奥的探索里，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案例。但超级贴纸的问题在于，新的开发团队急于想要在作品里留下自己的标签，同时却不敢对宫本茂的建议说不，
任天堂又收紧了 IP 管理，阻碍了原创，结果就只能硬着头皮搞所谓的纸片了，最后就陷入了游戏开发最要不得的一种状态，为了改变而改变。超级贴纸为了突出贴纸这个主题，开始盲目的排斥其他元素，一味的和旧时代划清界限，其中就包括了游戏的故事以及过去的 RPG 体系，还有战斗时候要消耗贴纸，也是开发团队中途硬加的因为他们觉得过去那种战斗完全没有体验出贴纸嘛，一定要用贴纸战斗才能做到点题甚至于改了之后是不是真的比原来的更好玩反而没人在乎啦，因为他们深信宫本茂这样的大师是不会出错的，按照他的理念走一定没有问题。于是这个没问题就搞出了大问题现在再回头看7一代的折纸国王的改变，当一个战斗系统既不能提供 RPG 式的成长目标，又不能够享受到动作游戏的操作乐趣时，策略解谜就是他的最后选择。而转盘本身就是一个解谜，解开了转盘的解谜就几乎等于胜利了。BOSS 战呢更是放大并贯彻了解谜的定位，本作的战斗玩的其实就是解谜。其次，游戏流程取消了关卡制，回归了最初的 RPG 模式，彻底解决了关卡制和大地图解谜的矛盾，也进一步强化了系列场景探索的传统玩法。最后，伙伴系统在剧情层面上回归了，这是旧时代纸马可以在主题乐园式的世界架构上把故事讲好讲通顺的一个重要原因。折纸国王终于听取了玩家的声音，再次把剧情放到了游戏的核心位置。无敌可爱的奥利维亚，泪点十足的炸弹兵，动机荒诞的探险姑，憨态可掬的库巴君。时隔多年，我终于又找回了旧时代那种舍不得离开游戏、舍不得通关、舍不得和这群小可爱们说再见的感动。所以虽然折纸国王还是没有解决战斗只能获得金钱，玩家缺少战斗欲望，并且杂兵战明显不如 BOSS 战有趣的历史问题，但在大的框架上，游戏已经把从探索到战斗的整个玩法敲定在了解谜这个基调上，不再像前作一样顶着一个回合制的空壳，却拉着玩家一会儿管理资源，一会儿强制解谜，左右横跳。Intelligent System 总算是把这个系列从偏执的泥潭里拉了回来。过去每当旧作玩游戏提到任天堂游戏时，我总会忍不住夸两句老任，但今天似乎是个例外纸马系列所经历过的滑铁卢，恰恰证明了再优秀的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独立思考之上的。就算是宫本茂也有过对游戏剧情持有偏见的时期。大师不是万能的，前人的经验也囊括不了明天的可能。游戏开发是个漫长、复杂且无比枯燥的过程，比猪一蛋的生活还要枯燥。它确实需要讲究方法，建立理念，但再好的工具也只有为人所用，用对方法才能成为作品的灵魂。颠倒了主次之分，只能让自己变成牢中的困兽。自从 NS 发售以来，我们可以切实的看到越来越多的老任 IP 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其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老一辈制作人的影响力渐渐退出舞台，新一代的领头羊开始真正发挥自己的能力。某种意义上来说，纸片马里欧折纸国王的再次找到方向，或许就是任天堂内部正在经历了这场漫长的蜕变，对外所投射出的一个缩影吧。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个系列的玩家来说呢，大家首先要避免的就是用传统马里欧的思维去判断折纸国王因为本作的内核是建立在 RPG 的基础之上的，然后才是解谜和场景探索。这个系列呢也一直没有改掉教学太啰嗦的老毛病总是要把各种东西一板一眼的挨个说明。我自己就挺烦这个的搞得整个游戏非常慢热。为此弃坑的应该也不在少数加上游戏的战斗系统呢，本质就是解谜，没有升级，也没有装备，目的性也很弱，所以玩游戏耐不住性子的玩家最好慎重考虑相对的，本作因为从关卡制回归到了传统的 RPG 的地图模式，再加上游戏在收集要素上的出色设计，探索的乐趣相比前作有了擦屁眼的火箭式的飞跃。虽然不能和本家的奥德赛相比但也是类似于路易吉鬼屋3的水平。而且本作的剧情不黑不吹，真的不错，不是只有单纯的玩梗和搞笑，真正做到了娱乐和内涵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女主角奥利维亚的身上有非常多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很到位的细节刻画我愿意称之为历代最强，没有之一。对老玩家来说，本作是对过去种种的一次自我救赎；对新玩家来说呢，它又是纸马系列真正进入 2.0 时代的标志。无论是重温旧梦，还是首次入坑，
指折纸国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机会啊。好，各位同在，我是念剧，我们下期再见。要对自己好一点，快换个新键盘吧。键盘艺术家阿米洛。